掌声有请脱口秀界的救亡之王宋木子。你真的特别棒！前几期嘉宾啊，我们来的有赵露思啊，有郭碧婷，今天是您了。哇塞，感觉这个咖位是越来越让这。下一期请我们家门口看门大爷来，我就最近。好不好看？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突然出去拿着手机干什么？出去给人打电话吗？喂，经由开背怎么开呀？聚会上来的都是谁？我一个长了喉结的女的，另一个长得像 Mini Cooper 的男的，对吧？青春痘就跟坐地铁一样。我说啥意思？我一点进去，他说不要挤。我坐在救护车里，我哥们儿半死不活躺我前边，我们俩中间摆了好多水果，你知道？我说算了，我们老家那边贡品不让吃。干啥都先上咸鱼。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，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。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长康100%纯粹、长康100%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指定产品赞助播出。连接你的热爱。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，买票上大麦。老 baby，Hello， 老 baby 们。哎呀，为什么一看见你就想扭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一看见他就想来。走着吗？我腰不掉键盘要这么的活泼吗？喂，怎么样，宋木子？脱口秀就是好笑的话就不用露宿了，是吧？哎，对，还有奖励呢。所以其实你搞定观众就可以，咱好不好笑其实没关系。我建议啊，宋木子给那个我们所有的这些新人选手一些自个儿特长的一些展示。然后让他们也能吸取你的精华。那我就教给大家什么类似于什么开场啊，结束热场 ending pose 啊什么的，解放天性，就让他们撒开了弄。这个重任就交给您了。行了，那咱们就先去见见咱们的那个新人演员们吧。走。好嘞。你真棒！哎，你就是这么送！耶，老 baby， 大家好，宋木子来了。我觉得到现在应该给大家一点干货了。今天想跟大家公布一下，脱口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到底是秀啊！最重要的是秀，是表演，是肢体。那稿子一般啊，你在台上你也能，是吧？点谁呢？啊！我不知道给了多少钱能让周老板说出这个话来。认了这么多年，没见眼睛瞪这么大过。压上了他的清誉。对，白头发多长好几根儿。对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请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啊，专门教大家怎么秀。他就是中国第一脱口秀秀导宋木子。哦，今天主要是秀，脱不脱口无所谓了。哇，来，宋木子怎么着？给大家展示一段啊，怎么秀啊？哎，哇，信念感。
你上来调一下呗。调一下呗，调一下吧。注意留头啊，要留头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。哇，就是这样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周奇墨。改造翟佳宁的时候到了。咋了？调一调表演。来调整你。导演说你问题比较大，现在就是。哎，你要掏枪。你要干嘛？你要打宋木子啊？就是威胁老师是。我咋的了？上场走路的这个姿势问题比较大。干巴。那应该怎么走呢？宋老师，我觉得柔和一点，柔和一点。哎，柔和好，柔和。比如说，台上就是这种比较害羞的那种。我是翟佳宁。你看翟佳宁表情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不是？可以动手吗，咱？来，老师。翟佳宁。有请我们的 sexy man。翟佳宁！哇哦！哇哦 ，sexy man！ 大家好。来了。这想打人，你看这。我是翟佳宁。成了！成功，大成功！确实，很多演员上台的时候，因为他要记稿啊，肢体动作就不知道怎么配合。首先就是得放开，有没有这种困扰吗？就杵在那儿。楚哥，哦，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，杵在台上不动。我就杵在这儿，一动也不动。楚哥，杵在那儿了，楚哥了。楚哥，来，学习一下。让我楚哥。然后就特别不屑的那种，特别让大家就觉得自己很厉害。大家好，我是楚。大家好，我是楚。楚哥，你考虑你姑娘。你是个父亲，想想以后他会刷到这一段。放大那个情绪，你感受一下，真的特别开心，然后我特别喜出望外，你就是。有那味儿的，觉得就干巴或怎么样的，我觉得结尾有点干巴，下不来。我现在结尾就是上价值，我是要爱自己，希望大家爱自己，不爱也可以。神经病啊！为什么要打自己？不爱也可以，什么东西？什么老师这事儿？哦，你真棒！你要大声对你自己说。哦，你真棒！就用这个啊！我必将掀翻整个场子，完美，特别完美，太好了！对，感谢宋木子。本期要上场的演员有哪一些呢？宋木子，给我你的答案 ，yes。屋顶，虎牙，严一鸣，机器，张美男。Are you ready？ 加油！我准备了！大家谁最笨？我最笨。哎呦，这衣服好啊！再来个外套。兄弟，今天给你走个温情，了。我就想去试这篇稿子，是吧？不好笑。让我们有请最犀利的主理人翟佳宁。谢谢。有请最暖心的主理人小鹿。
有请最靠谱的主理人周奇墨。有请最热闹的主理人大张伟。来，打个圈，Hello，你好。欢迎来到我们零压力的不好笑就露宿街头。对，各位请看啊，这儿还有一个空座位。今天是我们这个捧场大嘉宾，他本人跟我们说呀，说这全球的舞台秀只分2个人，一个人叫做王嘉尔，另外一个人就是他。你们猜他是谁呀？Hello， 掌声有请脱口秀界的秀王之王宋木子。老贝爷们，你们有大貔貅吗？哇，真的好烫啊！哇，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出场，很慌张啊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职业，从刚才那一趴不能看出，我是一个业余的钢管舞者。同时还是一个音乐人。大哥，你不哇哦是什么意思？不信是吧？哦，没错，今天就是过来打歌的。哎呀，没有，今天是脱口秀，翟佳宁别生气，不打歌，我是说脱口秀。啊，真的是一个音乐人，不是刚过完年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大街小巷，那每个人的嘴里，每个超市里，是不是都有隐约听见？大貔貅，大貔貅，大貔貅，大貔貅。我的歌。就这么说吧，放恭喜发财的超市我都不进去。在过年这个时候，我和刘德华老师是竞品。节目播了会道歉的啊。哎，我很纳闷啊，跟我说是一个脱口秀节目，但是为什么会有一只钢管在那个地方放着？神经病啊！谁会去跳啊？啊！被你们猜中了。另外的价钱啊，另外的价钱。啊，一会儿翟佳宁你来那个啊，展示一下。我是特别的慌张，很紧张，说脱口秀。你看啊，这位脱口秀的天花板，周奇墨老师。天花板，我今天穿的比烟花闪。一会儿我说什么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管。小鹿。他们都叫她陆姐，但是我是广西人，我们那儿叫阿姐，所以我只能叫她阿姐陆，阿姐陆，阿姐哟。我这该死的音乐天赋。翟佳宁，过，这就过了啊。对，好。不是我俩没有 beef。因为翟佳宁啊，他这个人说话容易冒犯别人，我跟他不一样，我跟他共情不了，我不说话也容易冒犯别人。对。那大老师就不说了，我的偶像，对吧？帅不帅？哎呀，大老师唱歌更帅。但大老师最近哈，好像跟我互换人生了。大老师没有怎么出歌，都在出梗，而我呢，没有怎么出梗，都在出歌。
哦，那么说到出歌，就不得不提一首歌叫《你真棒》。老师 ，music。老师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吗？稍等一下，暂停一下啊。来，老师，音响关一下。老师，音响关一下。直接放副歌，主歌不唱了吗？彩排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哟。老师，这是真的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再上一次，好吧？这样的话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剪的。你先让我把主歌唱掉，然后再，行不行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你们就当没有那一趴，好吧？老师 ，OK 吗？接一下啊。好，就这么来，我能适应。那年我18，我跟老爸聊起理想，老爸说有什么理想？毕了业就回到家乡，要么当老师，要么去银行。我说不。我有我的理想，我要搞喜剧，我不要银两，我只要每个包袱都能嗷炸响。老爸揪着我的脖子对我说：“哦，你真棒！你真的特别棒！为什么那么棒？你就是这么棒，就是这么棒！你真棒，你真棒，你真棒！你更棒，你更棒，你更棒！你最棒，你最棒，你最棒！大乒乓，大乒乓，大乒乓！如果你真的棒，那就跟我一起唱。哦，你真棒！你真的特别棒！为什么那么棒？你就是这么棒！哦，你真棒！你真的特别棒！为什么那么棒？你就是这么棒！你棒棒，我棒棒，他棒棒，他棒棒，我棒棒，你棒棒，哦，你真棒！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是送给 Kibo 老师的，辛苦了，老师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松子。谢谢松子，来吧，松子，你真棒！干嘛去啊？来这儿，松子。哦，还有。我大概会知道今天会搞成什么样子，所以我提前准备了露宿街头的装备。还要再待一会儿吗？还是我直接去？先待一会儿，先待一会儿啊！待一会儿。太棒了！松子，掌声欢迎！录得了吗？这么油录得了吗？哎呀，没事，别滑下去啊！哇塞！大家会平时嫌别人这油腻那油腻，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喜爱，对不对？就是纯喜爱，就怕我太干净了。真的是，我跟你说，全世界如果都嫌你油腻的话，你要记住，这儿还有几个人也嫌你油腻。哎，宋木子，今天那个杆儿，你知道是怎么设计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那个是给周老板设计的。哎，那个节目第一回在那个杆上跳舞的人是周老板，音乐起，周老板来一段。怎么会突然有我的这一趴？正好没看见。来一个！我这是主要是跳一个蹭杆舞，威武呢？啊？怎么威武？哎，对，哎，可以。
可以了，感谢周老板，耶！什么？翟佳宁也想试一下？来2个，来3个，来4个，来5个。技巧是什么，宋老师？跟着音乐律动就好。就是解放你自己的天性。什么意思？想爬上去是吧？对。很有上进心的人。好了，今天就这么录，一会儿谁讲凉了就来一个。咱们就是不好笑就上杆儿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意思啊！哎，前几期嘉宾啊，我们来的有赵露思啊，对不对？有郭碧婷，今天是您了。哇塞，感觉这个咖位是越来越让这。再下一期请我们家门口看门大爷来，我觉得也不是不可。好冒犯。留步啊！别留步！我给你看着。留步！待会儿再说。今天咱们都是锦上添花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新人演员们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大放光彩啊！行，哎，那几位老师刚才看见最开始那一段就是感觉像脱口秀吗？我觉得照脱口秀相比还是差点东西。差点东西吗？尊严，对不对？差点那种价值。所以其实我最后表演结束以后，应该怎么下来怎么上去。哎，上价值。上价值这件事儿，各位可不知道，宋木子老师可会了。只要音乐一响，宋木子老师立刻开始给您上世上最厉害的价值。走您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新的一年，我祝大家马到成功，越来越成功。停！是上价值，不是上春晚。你有病吧？你祝福马到成功啊！你马上就难忘今宵了。不是，因为就穿着这一套衣服，感觉到一些血脉在觉醒。还没有离开春晚，他这个衣服从大年30穿到现在没换过。我说怎么那么馊呢？但是今天你当时确实说了，怕那个我们翟佳宁啊嘴特别狠，对，会说你点什么。现在是面对面的，翟老师看了刚才那个脱口秀，你要骂他什么？说出来，帮大家回忆宋老师讲啥了，就挨个人名提一遍，然后没有笑点就开始跳舞了嘛。一段非常失败的吐槽大会读稿。哇，翟佳宁！哎，现在不是你刚才跳钢管舞那时候了哈。你要是不让我跳钢管舞，我就不这么说了。以后俩人不处了。哎，处。一会儿就钢管上见吧。钢管上能传俩人啊！好希望以后你能碰见你们俩坐地铁，倍儿省劲儿，上边一个底下一个，我俩不能同时乘坐有钢管的交通工具。好嘞，行，今天呢，咱们主要就是说，咱们怎么样才能够不去露宿街头？那么5颗星就是非常的满意了，单场4星以上超过70%，我们就能够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。那么没到70%呢，我们就要去露宿街头。10场演出之后，总好评达到70%以上，直接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。是的，哎，这个厂牌巡演怎么样？但是宋木子开场多棒啊！你真棒！但不好接啊！刚才都开玩笑的，真我感觉宋老师你这对接你好接。对。是。这期咱俩是这么唠，就这么唠。幸好刀老师这边让你多担待啊，刀老师。行嘞，拉点架就行。但是你知道谁要接您了吗？我不知道呀，是我们全中国最受爱戴、最专业的小洛。今天我们的开场大嘉宾就是我们的小洛来了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洛。哎，谢谢。哎呦，我前段时间呢去学了滑雪，哎，差点摔死，但是别紧张，还没死，很明显对吧？那也算是半死。
啊，全身都是伤啊。为了缓解一下我滑雪的疼痛呢，我就去了一个按摩店找人按摩。我是这么走进去的，因为真的太疼了。我走进去之后呢，我一看那个店就觉得特别的冷清，但我实在是懒得再走出去了啊，因为我但凡要走出去呢，我又得。所以啊，我就在那观察了一下，发现有一个大姐啊，她在那打扫。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去找这个大姐打听一下这个店按摩的水平怎么样。我就过去问那个大姐，我说，哎，你们这个店的技师水平怎么样？然后那个大姐说，你放心，我们这个店专治这种滑雪疼痛，在整个滑雪场附近那都是数一数二的，你按一次就知道了。哇，我一听这么朴实的大姐说出这样的狂话，那肯定很不错，对吧？我就进去躺下了啊。过一会儿呢，按摩的技师进来了，就是这个大姐。我当时一看大姐进来，我就很想问她，我说大姐，打扫跟按摩哪个是你的兼职呀？她一按我就知道啊，按摩是兼职，啊，不仅可以说是兼职，甚至可以说是业余。他那个按摩的技法怎么说呢？他基本上就是在掐我，而且哪儿疼他掐哪儿啊！哎呦天哪，他掐了没一会儿，我真的忍不住，我问了他一句，说大姐，你们这儿按摩不打麻药的吗？实在是太疼了，但是呢，我为了缓解我滑雪的疼痛，我就想咬着牙承受这个按摩的疼痛。但这个疼痛啊一直在升级，到后来有一瞬间，我疼到整个人弹起来，我一把抓住了大姐的手。我抓住她那一瞬间，我俩四目相视，我也很尴尬。我就不好意思，大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吧。大姐特别爽朗的说，哈哈哈，这有啥？以前还有人把我踢倒过呢。我说，哎呦，你还怪坚强的嘞，在哪儿被踢倒就在哪儿站起来啊。然后呢，大姐继续给我按了5分钟，最后我实在是忍不了了，说大姐，咱们要不按了，我们换成那个精油开背吧，反正是一样的价格，我换一个项目。她说哦也可以。然后呢，大姐就在我的背上抹了一些精油，然后她就出去了，就把我就这么晾在那个案板上，我一个后背的精油，她连毛巾都没有给我盖一块。我就这么躺着呢，我就像一块腌制中的牛肉一样，我就这么静静的躺在那，腌了5分钟左右啊，那个大姐才回来。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突然出去，拿着手机干什么？出去给人打电话吗？喂，精油开背怎么开呀？要用刀吗？然后大姐果然5分钟左右吧，她回来了。然后她若无其事的，也没有任何一句解释，就开始给我的背部进行一些，怎么说呢？只能说是抚摸吧。啊，她这种抚摸呢，无法抹平我这个滑雪的创伤啊，顶多是抚平我背后的汗毛。后来我就说姐，咱要不就今天这个精油开背也不做了，我滑雪呢脸太干了，你给我做一个那个面部补水好不好？我看你们有这个项目，那个精油开背的钱我照付。他说啊，也行，那你等一下啊，我出去买一片面膜。他又出去了，哎，我整个人又被这么晾在那，也没有给我盖毛巾。哎，我整个人真的又这么静静在那支了5分钟。我后来自己默默地把自己翻过来，然后把那个毛巾给自己盖上之后，我在那躺着，越想越委屈。我心想，天哪！我上一次受到这样的委屈，还是以前在我们小镇上有一个叫酸奶水果捞的小店。我当时进去点了一份酸奶水果捞，那个店长特别松弛地站起来，拿着一串钥匙说：“啊，那你等一下，我去买酸奶和水果啊。”老板跟这个大姐一样，都是满脸一副那种，哎呦，想必你也不会在意吧？哎，你说你连基本的原材料都没有，我真的很难相信你的专业度，对吧？你想想，如果今天咱们脱口秀演员啊一上场就跟你们说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也没有段子，要不这样，你们等会儿我去网上抄2个。觉得很崩溃啊！我在那躺着，越想越生气的时候呢，那个大姐回来了，她手里拎着一张市值5毛，但是收了我50块的面膜啊。那个面膜上面你一看就绽放着各种紫色啊、红色的那种大花，我都担心这个面膜给我补的水是自来水。她给我在我的脸上敷上之后呢，终于啊，这个大姐体现出一点这种按摩师的专业度，就是热情
他在那旁边坐着，一边玩手机一边开始问我说：“哎呦，小姑娘，你这个碰哪儿你都疼，你这身体问题挺大呀！哎呀，你这个颈椎是不是经常低头看手机？哎呦，你这个腰椎，哎呦这么硬，是不是长时间坐着看电脑也不动？哎呦，你这个手脚这么冰凉，是不是内分泌失调？你说你告诉我身上这些毛病有什么用？我又不会改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啊！”正是因为我有这些毛病，才需要被你服务啊！哎，被乙方辱骂，这个体验真的很差，对吧？而且好像只有按摩师有挑剔顾客的特权，你从来不可能，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服务员把那个菜给你端上了之后，杵在你旁边跟你说：“哎呦，不会自己做饭呀？”哎呦，20-30岁的人啦。饭都不会给自己做，哎呦，我要是你，我还不如死了呢！哎呦，这个小垃圾，对吧？不可能啊！而且我真的感觉我每次去按摩都会被嫌弃，所以我真的很疑惑，有人被按摩师夸奖过吗？啊，就是那个按摩师一把手放到你身上就开始说：“哎呦。”你这个肩颈好软呀，好软呀，一个结节都没有。哎呦喂，哎呦，这个腰也是很柔软，这个腰一摸我就知道你这个人的命不硬啊。哎呦喂，你看看，你瞧瞧，哎呦，你看这个太阳穴也不胀，哎呦，手脚也很暖和。天哪，你一定早睡早起，不玩手机电脑，经常喝热水吧。瞧瞧你小姑娘，这个钱真的是白花了呀。哎，我那天本来就被摔得遍体鳞伤，很暴躁，再加上被那个大姐叨了我半天之后，我当时真的忍不了了，我就跟那个大姐说：“我说大姐，我不玩手机啊，我不识字，电脑根本不会用，内分泌从来没分过。”我那顿输出完毕呢，那个大姐沉默了足足5秒钟，之后她又换了一个话题跟我说：“姑娘。”你现在摔得这么伤啊，那还是教练不会教。我认识那种滑雪场里数1数2的教练，你要不要？我说大姐，你不会还兼职教练吧？好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哎，来实践，你先来，对了耶！这段脱口秀值得我们集体欢呼啊！小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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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鹿。马切路，哇，天路一样的路啊！哇，好玩，真的好玩。就是说，您当时真的是那样吗？然后身上涂上油就走。真的2次，我真的非常震惊。然而他很随意。其实那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，他还被拔罐了。然后拔罐的过程中，那个人在那刷手机。那个人同时管2个人。对，他同时这边你涂上油之后，然后呢，他在那边拔罐。对，那个罐他就不管。后来我朋友嚎叫了之后被拔了，然后背上6个那个全部是烫伤的点。哇塞，那不就幸亏是这样。他老人要问说要不要加点油，然后说你好，说好啊，木子出来，你真棒！哎呀，我应该在按摩店省油。是，哎，省油。哎，那个各位有没有就是说曾经也是碰见过这种服务员跟你这儿较劲啊，或者是冒犯的？我是在那个什么，反正就是被服务员认错过好几次啊。对，认成谁啊？撞脸啊！你还跟人撞脸？我其实有一次是把我认成了新仔，占星。刘波儿，他还留胡子的时候哦，对，被认他还有一次是认成了贾冰老师，啊，贾冰老师啊，我这么瘦吗？因为贾老师也是那嘴上拔了火罐的，也是这样嘛。哎，这些你都会感到冒犯呀？不，这个还好，认错人嘛。有一次服务员说：“哎，我觉得你长得好像那个 Mini Cooper 啊。”我第一次见形容一个人长得像一辆车。哎，但是 Mini Cooper 很正常，因为 Mini Cooper 也烧油嘛。行嘞，今天咱们前面这些演出呢，都是为了迎接我们的新人演员们。那么第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新人演员，他来了，他是我们的幽默神君。兄弟，客气，加油，兄弟。其实我这前面那稿子我就那样了，
能力暂时没有办法快速提升了，但是你又有极强的信念感。真棒！让我们来有请我们的幽默神君吴鼎。我是吴鼎 ，bang。说实话，我小时候家里人对我期望很高，因为我爸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，所以他对我要求特别高，他要求我考试必须进前10。我的爸爸很严厉，考不好他就揍我。我的爸爸也很辛苦，我一直考不好。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爸已经是当地知名拳击手了。进前10真的挺难的，你别说前10了，我活到现在，我拿过最好的名次是25名。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1轮。你有看过那个节目吗？有认识我的吗？我参加了2季呢，2季一共比了3轮，我录的时间还没他多，你知道吗？他录3天了。我2季一共15分钟，很难受。考试，关键是考不好要挨揍，我爸还要捶我。其实我不太害怕挨揍，你知道最恐怖的不是挨揍，最恐怖的是你知道挨揍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因为我爸不会立刻动手，他会先沉默一会儿，随机出手，突然袭击，你知道吗？偷袭。但是那段沉默就很可怕，因为场子太冷了。啊！哎，干啥呀？我这个人受不了冷暴力，暴力就得热热的，打在身上暖暖的。真的，每次我爸那个巴掌落在我屁股上的时候，我反而有一种踏实感，一种尘埃落定。我爸每次一边揍我还一边说我，真的很烦。他说你就是没好好学，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。我其实挺生气的，我说眼高手低算什么缺点？我不理解，人不都是眼高手低吗？是哈，这好。手高眼低，那是猩猩。真不理解，很难受。就是那一次考不好还是不好好学，次次考不好还不好好学，我纯想挨打，我就贱，我外练筋骨皮，故意不学习。其实能理解，家长对孩子有期待是正常的，但是你如果有过分期待，就有点愚蠢了。《西游记》里有一个妖怪叫九头虫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？就是他有一次派他手下的小妖怪奔波而霸去把孙悟空干掉。你就期待有点太高了，你让一个鲶鱼精去干掉孙悟空，相当于让我去挑战付航，反正都是被猴子打死嘛。很惨的，你知道你们电视剧已经美化过了，我还去看原著里，孙悟空最后把那个鲶鱼精的嘴唇割下来，又送回给九头虫，他就是告诉他，你知道吧，就愚蠢。不要有太高的期待，但是说实话，我爸还是有优点的。我爸有一点，我爸有人性，有点人性，他通人性，挺不错的父亲。他打完我，他愧疚，他会想马上补偿我。关键问题是他这个情绪衔接的太快了，我跟不上。他有时候刚前脚揍完我，后脚又回来了，他表情都没变过来。他看着我，他说：“走，去公园。”我说什么意思？没考好要活埋我。他为了让我放松一下，他会挤出一个笑容。他说：“好害怕。”我是最喜欢去公园。你就感觉公园必须有圈套，必定有危险，可能坐摩天轮坐最高处，我爸就把门推开了。到家了。而且你去了公园，你也玩不踏实，因为跟他玩不到一块儿去。就是我爸太上进了，他会一边玩一边给你出题。
就你玩碰碰车，他问你碰撞为什么会反弹；你坐过山车，他问你人为什么不会甩出去；你划个天鹅船，他说我国航母为什么发展那么快。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烦人？你玩一会儿他出一道题，玩一会儿他出一道题，生怕你高兴。我爸是个防尘迷，他就会在你玩的最高兴的时候突然弹出来说：“来，把爸爸的头挪到正确的位置。”你提心吊胆玩了3个项目，做了6套卷子，就这一套下来，我爸觉得补偿到位了，他开始强行征求我的原谅，态度极其恶劣，都干拔。突然回头说：“打你是为了你好，知不知道？不能记仇吧？”我说：“不能。那你爱不爱爸？”我说：“爱。”他老跟小孩玩强制爱。我真的觉得我俩太不公平，爱和恨全由他操控。我现在快30岁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始独立生活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影响，因为我不太敢犯错，因为总感觉会挨骂，总是提心吊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喝啤酒，我不小心就把那个啤酒洒在床上了。我当时下意识我就把被子盖上了，我不想面对，我很烦躁。我说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么大个人连个酒都拿不稳，眼高手低。我说哎，谁骂我？感觉有我爸的声音。我说爸爸在哪儿呢？爸爸去哪儿了？爸爸在这儿呢。就是你已经习惯了被责备了，你没有人责备你就自我责备。但其实我想事情很简单，因为我观察了一下，我有洗衣机。你床单弄脏了就去洗床单嘛，对吗？考试没考好就去改错题，脱口秀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嘛。我最近意识到这个自我责备的问题，我要减少情绪的消耗。我最近有一个妙招，就是以后你每次要自我责备的时候，你就对自己说：“你真棒，特别棒，为什么这么棒？这么棒！”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吴鼎元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宋木泽老师，谢谢舞蹈老师。吴鼎。音综，我们是个音综。对，查无音综。吴鼎，爸爸看你脱口秀吗？我爸没来现场看过，但是他会去网上搜那个 report， 他会搜集各种差评，然后给我写一篇建议。网上的差评都是叔叔写的哈。对，就是他，全都是他写的，都是他写的。还有小号的叫奔波爸。然后那个就是说自个儿写了一堆那个就是意见，这么多，哇！对，来看，哇塞！这个是第1年上完节目，脱友1第1轮淘汰，我爸给我发的啊。这几天看你的演员的节目，对你的表演有点建议。他会叠甲，他说如有帮助请借鉴，别的我不懂啊。那不懂还说，对，我就是感觉你的演出开头和结尾不够精彩，抓不住人啊。我觉得今天解决了已经啊，今天解决了。对，他还会提很多意见，他看网上搜了很多，他说我最近看网上的评价说黑灯脏话比较多，你可不能学。别人的也要借鉴。对，就是不要借鉴。哎，您父亲不会说，我最近看了宋木子的表演，发现他表演有点油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学习。但是已经有了呀。其实宋木子老师离近了看挺清秀的，是吗？哇塞，得离多近呢？就是往这个只看耳朵眼儿。你有点油了，我。挺年轻的，乍一看岁数大。你虽然油腻，但是年轻，青春油腻嘛，小鲜油。你刚刚说，我其实特共情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觉得中国很多像就是对于儿子来讲啊，都父亲都是特别严格那种。你爸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说儿子，咱们别这样，以后这样教。就是。但有一次，你知道我和那个叔叔正好相反啊。我爸呢是不怎么看我的表演啊，但我也不知道有一天哈，他突然就刷到了我一条视频，
我不知道是我妈给他看的，还是他同事给他看的。哦，当时出那个《送子之歌》的时候啊，我在江边拍那个 MV， 很抽象的啊，在那上，这搞那个东西，搞那个东西。他整个刷完了以后啊，那天晚上我妈跟我说，她一宿没有睡着。他也在送。不是，他一宿没睡，第二天早上很早，他起来问我妈说：“儿子是不是脑子最近有问题？”他也不说发个信息问问，他就自己在家这么睡不着，说他怎么能唱这种歌？哎，现在跟你爸本身就是说，有没有一刻感觉你爸承认你了，觉得还儿子还真是不错？我有那种时刻，感觉我爸放弃我了，他想开了，不跟自己较劲了。反正他是个傻子，也能很开心。因为他知道，不管你走哪条路，他都能指导到你啊，对，都能给你发评价。条大路通我爸嘛。那些都是过去了，现在不是专场也开着，对，都挺好的啊。我也跳上了，现在。对呀，哎，是不是打开自己了？完全就打开了这个。行，不知道现在咋说跟家里。我其实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跳这个舞。啊，这是不是跳完以后感觉爽了一些？跳完以后感觉无所谓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，还能怎么？我放弃了，自己也放弃了。对呀。哎，这么着，咱们问问观众朋友们，最后那一刻你真棒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燃起来了？那一瞬间。谢谢你们。所以这种表演形式要保持啊！谢谢吴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觉得确实挺好的，就是他明显你听他讲段子，你就能感觉出是那种在线下千锤百炼过的老炮的那感觉了。舞台感也很从容，你看今天包括最后的呈现，用宋木子那个来收尾，一点不觉得尴尬，其实是一个能力。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，就是打破一些他们那个常规的操作嘛，看看观众什么反应。哎呀，怕让人笑话。那其实我说实话，朋友们，跳的时候真挺爽的。每到深夜，我就会想起曾经脱口秀的黄金年代，那时候的喜剧没有套路，无比的纯，但现在再也找不到100%纯粹的东西。面呐，你把这当开放麦了，我都饿得快晕了。而且谁说没有100%纯粹的东西啊？做面跟脱口秀一样，得敢把好东西拿出来。哎，识货，段子可以垮，但油必须纯。啊，好香啊！长康100%纯芝麻油，坚持纯物理压榨，纯好味道。干啥都先上咸鱼。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，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。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长康100%纯粹、长康100%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。那么下面要上场的这一位呢，他是我们第一次登台，但是他在备战间已经恭候多时了。我一直以为没我呢，我就觉得有一种就是。被自己的那种自我否定给困住了的那种感觉吧。你觉得会有你吗？大概率没有。他上2次，我1次都没有。很脆弱，人年纪大了就会容易流眼泪，有点技不如人的感觉。哎呀，没有啊，但是我都在想，要不然就算了。然后后面发现啊，原来有我呀，那我难过那么久，为啥呀？借小璐姐的喜剧之力，好运好运，接喜剧之神降临吧！有请我们的虎牙。现场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哎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虎牙，我今年30了，大家能看出来吗？你看今天观众情商就很高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后台给天一说，我说我今年30了，他说不止吧。
但不得不说他眼光挺准的。我今年35了。对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发现人过了30岁以后啊，特别容易生病，而且有些病吧，它莫名其妙。比如说前段时间，我发现我自己长了个喉结。就喉结这个东西，我怎么跟大家讲啊？虽然它不痛不痒啊，但是这一次长的是喉结啊。下一次会长什么？真的很难说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喉结这个东西，它对我来说太陌生了，我完全不知道它有什么用。我冒昧的说一句啊，它不仅对我没用，它对在座95%的男生吧，也没什么用。它也就对王嘉尔那样的男人有用，对吧？王嘉尔在那喝水，喉结上下翻涌，然后我说：“哥哥。”它长在一般的男生身上真的没什么用，长在我身上就更加没用了。然后我就上网，我查了一下女生为什么会长喉结，给的理由也很扯淡。第一个说的是过分消瘦，很明显不是了，对吧？第二个说是青春期的时候激素分泌异常。实不相瞒呢，我离更年期更近一点。第三个就更扯淡了，他说遗传。他说如果你父母双方里面有一个人喉结特别明显的话，就有可能被遗传到。我认真问一下在座各位啊，有没有谁父母双方都没有喉结的啊？这都不是最让我生气的，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下面有一行温馨提示。他说女生长了喉结不要过分焦虑，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喉结上面，可以适当去参加一些聚会啊什么的，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。我认真问呢，什么样的聚会适合一个长了喉结的女人参加啊？对吧？那聚会上来的都是谁？我一个长了喉结的女的，另一个长得像 Mini Cooper 的男的，对吧？对吧？还有谁？鸭嘴兽吗？对吧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我就找了我的闺蜜，我就跟她讲，我说我好像长了个喉结啊。她说怎么可能啊？我说不信你摸一下嘛。然后她摸了半天，问我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喉结不会动啊？”我说：“哎，对呀，为什么我喉结不会动啊？我是长了个死结吗？我对吧？”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估计不是喉结，可能是个良性肿瘤啊。”我说：“真的假的？”他说：“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恶性的。”让我去大医院检查检查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医生就跟我讲说，我这个大概率是甲状腺恶性肿瘤。我说：“哎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喉结呢。”是这样的，朋友们，你不要觉得我脑袋有病啊！是这样的，就是甲状腺恶性肿瘤，它是所有的恶性肿瘤里最轻的一种，切掉就好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刚刚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。买之前我仔细看了它的条款，只要确诊为恶性肿瘤，就能得到将近100万的赔偿。谁是穷人，显而易见了啊！我当时的反应跟你们一样，你知道吧？我说恶性肿瘤啊，将近100万啊！我想赌一把，你知道吧？真的，我都想问问医生，我说医生，你看我这个肿的这个脚踝这里有没有可能也是甲状腺癌啊？真的，我都疯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啊，有个很尴尬的问题，就是这个保险它是有个观察期的。他必须要过了90天才生效，我病早了，然后我就跑回去问医生，我说医生是这样的啊，我的保险还没生效，根据你的经验，我能不能再过2个月再说？我想要这个100万。然后医生跟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，他说如果你非要再等2个月，我建议你再买一个身故险。
咱们风险对冲一下。我说哎，有道理。他说你还当真了是吧？你赶紧住院动手术，不然转移就麻烦了。那没办法，我命里就是没这笔钱嘛，我就只能去住院动手术。当时我姑姑还特地来照顾我。我做完手术，从手术室推出来，麻药还没完全退，我躺在那已经可以听到身边的人讲话了。我就听到那个护士在跟我姑姑讲，她说病人麻药没退啊，你不要给他喂水啊。我姑姑说你放心啦，这是我亲侄女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我当时在想，我姑姑真的好爱我。过了一会儿，护士出去，我就听到我姑姑在我病床前自言自语，她说人怎么可以不喝水呀？懂不懂啊？那个护士手术前就没喝了，你渴不渴？渴不渴？啊，不说话就是渴，是不是？我当时麻药没退，动不了，也说不了话，我躺在那就在想，完了，我身故险受益人不会写了我姑姑吧？然后姑姑就把我扶了起来，开始给我喂水。妈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麻药没退是不能喝水的，会呛到，因为吞咽肌它还没恢复。然后护士听到我咳嗽，就赶紧冲进来。他看到我姑姑一脸慌张，一手扶着我，一手还拿着凶器。护士说：“拿，这是你们家属自己弄的啊！你不要到时候跟我讲是什么医疗事故啊！”我当时麻药没退，动不了，也说不了话。我躺在那在想，护士，要不先抢救我啊，护士。后来在我姑姑精心照顾下，原本3天能出院的我，大概住了半个月的样子。说实话，恢复的也还可以，唯一的变化就是比手术前稍微胖了一点。你们觉得我胖吗？哇！你看说不胖都是女生，你看那个男的，他心里在想，你心里没点数吗你？不瞒大家说，确实胖了一点，我比我手术前大概胖了30斤的样子。对，我以前很瘦的，很瘦，中分黑长直，郭碧婷吧，大概就是。哇！对，胖了以后，那些男脱口秀演员都叫我欢哥，每次都在我面前唱什么从头再来。其实说实话啊，就是做手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挺不自信的，也是做了脱口秀以后才找回了一点信心。我认真的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不自信的朋友都来尝试一下讲脱口秀，你知道吧？好不好笑另说，主要是你做了这一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丑人真多啊。但是都很可爱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虎牙。虎牙，抱！哎，怎么着，宋木子儿？然后看了虎牙这个演出，感觉怎么样？口音亲切不？好亲切呀！哎，虎牙，你是什么口音？是广州那边还是广西的？哦，我是广东人，然后我的母语是客家话。对，你在后台跟我们聊天不是这个口音，然后。对，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主持人。我考了3次播音证都没考过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应该的，显而易见啊，显而易见嘛。但我觉得有特点，对啊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对，不管怎么着，反正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演出，什么心情？看着大家都在演，一直没上台，好难受。我说是不是啊？你看着一个个就是不如你的人都上台演了。哎呀！开玩笑，错了，就是会很着急，因为观众都特别好，就很想上这样的舞台来演一演。观众朋友们看不见你着急啊，每天在家里头哇。虎牙这段段子其实是他在经历甲状腺癌之后的一个这种变化，这个确实你挺多很想跟观众分享。对，因为就是我当时生病之前呢，在很认真的工作，那一年也忘了去体检什么的。我说实话，听到癌这个字，我真的是本能的眼泪就出来了。我说医生为什么？我说我又不抽烟，又不喝酒，我也没有什么坏的生活习惯。他说很常见啦，就是他可能就是跟激素水平啊、压力啊、情绪啊，
而且大部分女生都会比较内耗嘛，千万不要内耗，朋友们，你知道吧？千万不要内耗。对，哎，这一点真的就是特别可贵，因为我们下午跟各位这个新人朋友们去宋子上大师课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好意思学桑，就是那种对。当时觉得怎么克服这一关呢？怎么后来变成你的特色了？就只要是你认定了，你上台就不要 care 大家的想法。是，而且其实我觉得宋木子每次上台，他这些表演，他其实都是带着极大的善意的。虽然也带着恶心，但是对也不一定是吧？那个是副作用，善意的副作用。大家对我的善意比较大，现在对，观众是带着善意看的，这确实是。好嘞，谢谢您，希望您永远健康，继续发光。特别好，你我大儿你留着玩的。也许有人不认识虎牙，但是下面这位新人，你们更不认识。